渔民从海里打捞起一条体型巨大的旗鱼，看这架势没有60斤重也会有个30公斤，光这一条渔获便让他们轻松赚到了今天的第1桶金。紧接着捕捉上来的值钱海鲜更是多到数不胜数，而最为值钱的鬼头刀鱼便已经占据了1大半的数量。同时在这片海域里的马鲛鱼也是神一般的存在，鱼资源丰富到让人难以置信。更为夸张的是，渔民毫不客气地将成群结队的鳗鱼直接来了个一网打尽，把纠缠在一起的数十条鳗鱼从水中提了起来。这等如此震撼的捕鱼场景，就算是见过世面的渔民也会当场看傻了眼。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将带大家见识一下渔民捕鱼时的震撼场面。拉库里手拿诱饵快速将其扔到了海里，只有使用新鲜的活鱼才有可能捕捉到海里的值钱好货。然而今天他们需要往海里一共抛投出去250条活鱼做成的诱饵来提高上鱼的几率。虽然直接拉高了捕鱼的成本，但是只要有1半的鱼钩上鱼便已经是最大的丰收。正所谓舍不得鞋子套不着狼，而在如此资源丰富的海域里进行钓鱼，轻松便能让他们进入到土豪的阶层。当鲜活的鱼饵抛出去1个小时之后，渔船随即开始靠近第一个钓点进行收网作业。此时手拿夺命钩的拉库里已经等待多时，正准备着勾起即将浮出水面的巨物。突然间一道黑影快速浮出水面，紧接着拉库里一个快速挥钩，精准地勾住一条体型2米长的旗鱼。但由于旗鱼的体型巨大，他只能夹紧菊花才能使出全身力气，最终毫无悬念地将这条50-60斤重的巨物硬生生地拉上了船。就是这么一条渔获，便已经让他们的钱包吃了个半饱。此刻处在兴奋状态的拉库里和拉西又立马一起夹紧菊花将其抬起，他们要在摄像小哥面前炫耀今天捕捉到的第1条值钱好货。与此同时，库里拉也忍不住前来录一下帅气的脸，还一副欠揍的模样，把鱼鳍举了起来，挡住了拉库里和拉西的头部，以此显示他的与众不同。随后另外一条鱼线在快速的往上拉起，一条鬼头刀鱼也在跟着快速浮出水面。眼疾手快的拉库里再次熟练的操起夺命鱼钩，一把将其勾搭上了渔船。而一旁手拿棍棒等待多时的拉西上来，便是给鬼头刀鱼一记闷棍，直接把鬼头刀硬是敲打成了愣头刀，顺利变成一条咸鱼进入到了拉西的生死簿。可以看到，船舱里的渔获全都是黑脸判官拉西的个人杰作。此刻又一条渔获在快速的浮出水面，拉库里见状便又拿着夺命鱼钩迅速勾搭过去，立马将一条马鲛鱼拉上了渔船。锋利的夺命鱼钩直插鱼背而去，瞬间让他感觉到后背一阵发凉，而且还需要继续忍受被拉西一棍爆头的命运。与此同时，在享受了敲牙取出鱼钩之后，接着例行和肉身来个拍照存档，以安排下一次的快速轮回。只要是下放到海里的活鱼诱饵，基本上都能把海中巨物引诱上钩。此刻正在拉扯鱼线的库里拉毫无意外的又将一条鬼头刀快速拉出了水面，同时在拉库里的夺命鱼钩侍候之下，便已经没了半条鱼命。而手拿大棒的黑脸判官拉西再次毫不客气地送其最后一程，还顺便拿起一根撬棍，直接将嘴里的鱼钩给扒拉出来。这时又一条价值上千的鱼获轻松到手。然而拉西觉得把鱼爆头还不够过瘾，拿起拉库里的夺命鱼钩，争抢着要自己动手捞鱼上船再爆头。他要帮鬼头刀鱼来个一条龙服务。这片海域里的鬼头刀鱼都已经成为他们的熟客，发财的小手止不住的将之前好货捕捉到手。在这种神仙般资源的海域里，上鱼的速度简直就是跟在海里捞钱一般快速，每隔1分钟便有一条鱼获被捕捉上船，分分钟做到收入上千元的效果。而且这里的凶猛海鳗更是多到泛滥成灾。此刻夺命鱼钩继续发挥着它重要的作用，光滑的鱼皮要勾上2次才将其打捞上船。可以看到，已经进入船舱的鳗鱼发起狠来，连自己的同伴都要咬上一口，可见其凶狠程度。每一条捕捉上船的鳗鱼基本上都在同一个尺寸，每一条没有10斤重也会有个8斤的样子。而这一条鳗鱼为了泄愤，还直接咬起了船板，一副不想就此失去肉身但又无可奈何的样子。此刻在这一大片海域里，居然连续打捞上来的基本都是一些鳗鱼，他们恐怕是已经进入到了鳗鱼的老巢，接二连三的快速上货，成群的鳗鱼很快便把整个舱底给铺得满满当当。然而接下来的上货场面更加让人难以置信，在已经乱成麻的鱼线上居然挂着几十条大鳗鱼，并且还相互之间纠缠在一起。就连见过大蛇拉丝的拉库里和拉西也为此震惊不已，这是要将鳗鱼的7大姑8大姨直接给整团灭的节奏啊！此时最为开心的莫过于拉库里他们一行人，这等于是将大几千块钱挂在渔网上，等着他们捡上渔船。然而结实的鱼线藕断丝连般牢牢地将鳗鱼缠绕在一起，面对如此狼狈不堪的场面，要将所有纠缠在一起的鳗鱼都打捞上船，不花个10来分钟还真的拆解不完。如此这般猛如虎的收获，直接把他们都带到了土豪的行列当中。那么大家有尝试过鬼头刀鱼吗？它的味道怎么样？